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新，今天来教大家叶秋毛衣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毛衣由叶子花样、身片、袖子、领子和下摆组成。先来回往返编织2个叶子花样，然后在叶子花样两侧分别挑针编织左右身片和袖子。完成后缝合对应位置，再挑针编织领子和下摆。首先学习叶子花样的编织方法，前后2个叶子花样完全相同，分别单独编织，都是从左下角向右上角，分为3个区域编织。先来编织1区，采用左手长尾起针法，来回往返编织叶子花样。编织过程中，随着花样变化，自然在左右两侧加针，最终形成三角形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一个格子代表1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起针的方法和针数标注在图解下方。织片往返编织，箭头表示编织方向。正面图解从右往左看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右侧。反面图解从左往右看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左侧。注意，这里图解展示的都是织片正面的情况，在反面需要编织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上都进行了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演示。长尾起针的方法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，具体长度参考图纸。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1针。左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。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。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。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第3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，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
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位置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，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起出对应的针数。我小样已经起好了，这里我们将起针的这一行作为第1行，接着织第2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将织片翻面。编织的线在右手边，图解从左往右看，全部是下针的符号，实际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全部织上针，将线头放在右棒针上方，织上针。织完这一行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往下织第3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从右往左看，将织片翻到正面，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挂针，将线头从前往后在右棒针上绕线，这样右棒针上就多了一个线圈，1针挂针就织好了。接着图解上灰色的格子表示这里没有针目，直接织左侧的中上3针并1针，右棒针从左向右以下针的方式将左侧2针同时挑下不织，接着织1针下针，完成后用左棒针挑起不织的2针，盖过左侧1针并挑下1针，中上3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这一针相当于减掉了左右2针，继续织1针挂针和2针下针。第3行就完成了，继续织第4行，将织片翻面，全部织上针。织完这一行，第4行完成。接着织第5行，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挂针，
再织3针下针，1针挂针和2针下针。第5行就完成了。第6行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大家自行织完这一行。往下织第7行，先织2针下针和1针挂针，然后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之后简称为左上并针。右棒针从左向右，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这样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看一下下方纹理，左侧的线圈在右侧线圈的上方，继续织1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右上2针并1针，之后简称为右上并针。右棒针先以下针的方式将左侧1针挑下不织，之后织1针下针，接着用左棒针挑起不织的1针，盖过左侧1针并挑下1针右上并针就完成了。看一下下方纹理，右侧线圈在左侧线圈的上方，接着织1针挂针和2针下针，第7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第8行到第20行都是在正面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法，在反面全部织上针。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它们织完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第21行的编织方法。先织2针下针和1针挂针，然后织一个左上并针，1针下针和一个右上并针，再织1针挂针，然后织一个右上3针并1针，先以下针的方式将左侧1针挑下不织，之后织1针左上并针，接着用左棒针挑起不织的1针，盖过左侧1针并挑下，这个右上3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往下织1针挂针，5针下针，和1针挂针，接着织一个左上3针并1针，从左往右，同时穿过左侧3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个左上3针并1针就织好了。继续织1针挂针，一个左上并针，1针下针和1针右上并针，接着织1针挂针和2针下针。第21行就完成了。往下依区剩余部分都是在正面编织图解对应针法，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它们织完。我小样这里编织的针数和行数较少，只演示方法。全部完成后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在织片右侧刚完成的这一行边缘挑这样2根线，扣记号扣标记。到这里，叶子花样
一区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，二区和三区的编织方法与一区相同，只是二区随着花样在左侧继续加针，右侧逐渐减针，形成菱形。注意，在织完二区最后一行时，在织片左侧最后一行的边缘扣记号扣标记。三区在两侧都编织减针，形成倒三角形。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大家对照图解编织，直到三区最后一行前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三区最后一行的编织方法。这一行需要浮针收针，先织两针下针，完成后左棒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并从右棒针上挑下，这样就收了一针。右棒针上这个线圈是第二针的线圈，接着织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，完成后收一针浮针，然后剩余两个线圈都是边织下针边收浮针。最后剩余一个线圈，直接拉大线圈，取下棒针，然后预留长线头，断线，将线头穿过这个线圈，拉紧。这一行就织完了。到这里，叶子花样部分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身片，左右身片完全相同，都是分为一区和二区两个部分。首先来编织一区，采用边织下针边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来回往返编织对应针法，形成肩部。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第一针起好后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继续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。继续起针，
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4针。每次入针都是在2个线圈之间。继续编织，编起下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。接下来织第1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上针。注意，先将线头绕到右棒针上方，然后织上针。接着织下针，注意上针与下针交替时一定要绕线，不然就会多针。继续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法，织完这一行。第1行就完成了。往下织第2行，编织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先织2针上针和1针下针。大家也可以对照纹理编织，遇到瓦片形状就织上针，遇到辫子形状就织下针。织完这一行，第2行完成。接着织第3行，先织2针下针， 1针上针， 1针下针和5针上针。接着织一个右上2针隔1针下针交叉，往后简称为交叉针。这里需要用到麻花针，取出麻花针，先用麻花针从右往左挑下左针上的2针，挪到右端，再从左往右挑下第3针，挪到中间，放到织物前方，然后编织左针上的线圈，编织2针下针。完成后，再编织麻花针上的线圈，注意织片不要拧起来，编织3针下针。这个交叉针就织好了。继续对照图解，织完这一行。第3行就完成了。往下依区剩余部分，在正面编织图解相同针法，反面编织相反针法，或对照纹理编织，织完对应行数，
全部完成后，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即可。1区完成后，接着编织2区，分别在这2个叶子花样同一侧挑针，来回往返编织，形成身体的侧面。完成后，将腋下对应位置线圈修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来挑针，作为第1行，在编织之前，可以将1区对应线圈转移到短棒针上，然后用环形针来挑针，取出一个叶子花样织片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长边朝上，起针的线头在右下方。来看一下，织片边缘是这样的小辫子，挑针就是挑这样的小辫子进行的。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棒针穿入右侧记号扣标记位置，挑起这个辫子，将活结挑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。这是第1针，接着挑起左侧相邻辫子，再挑出1针。这是第2针，往下按照这个方法，沿着这条边大致均匀地挑出对应针数。快到最后一行时，可以数一下剩余的辫子数。如果剩余的辫子数大于需要挑出的针数，大家可以每挑几针空出一个辫子。最后一针挑在最后一行中间这个浮针辫子右侧，完成后取出1区织片，正面朝着自己，起针位置朝下，接着1区结束位置，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法。织完1区对应线圈，不同尺码，这里的针法不同，我小样这里针法随机。完成后，取出另一个叶子花样织片，正面朝着自己，长边朝上，起针的线头在左上方，找到右侧记号扣标记这一行，边缘对应的这个辫子，按照相同的方法，从这个位置开始，沿着这个长边挑针，大致均匀的挑出对应针数。
最后一针挑在起针中心这一针右侧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，第一行就织好了。在叶子花样对应区域，环形针下方任意辫子上扣记号扣，方便后面数行数。第二行在反面对照纹理编织，大家织完这一行。接着织第三行，先编织下针，直到左侧这个上针纹理，右侧2个线牵前。我小样已经到了这个位置，织一针左上并针，接着对照图纸编织对应针法，直到织完最后这个上针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再织一个右上并针，往下剩余线圈全部织下针，织完这一行。第三行就完成了。往下身片2区剩余部分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法，这里教大家数行数的方法，将织片的正面朝上，从记号扣上方辫子开始数，一个辫子代表一行，棒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。小样这里织了3行，这个就是数行数的方法。接下来大家对照图解织完身片2区剩余部分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编织到对应位置后停针，将剩余线圈修针，也就是剪取一段任意线头穿入缝针，将对应数量线圈穿起来。完成后取下缝针，打一个活结，这样修针就完成了。按照相同的方法，将另一侧对应数量线圈修针。到这里，身片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袖子，分为袖身和袖边2个部分，其中袖身在身片剩余的线圈上来回往返编织对应花样，编织过程中在两侧剪针形成斜边。袖边编织单螺纹花样，注意在第1圈对照图解位置编织剪针，最后用单螺纹收针的方法收完所有线圈，请看演示。单螺纹收针，也就是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。通常织完单螺纹后，就可以用这种收针方法。
我这里是一个单螺纹小织片，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个小织片，第1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1针盖过后1针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又收好了1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1个线圈时，固定并藏好线头即可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袖子织完后，将身体2区修针位置前后对齐，缝出下针的效果。会用到线圈与线圈缝合的方法，然后缝合袖子侧面，会用到行与行的连接方法，请看演示。针与针的连接都是线圈状态下，另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连接的同时形成下针辫子的效果，通常用于2个织片都是大平针的情况。将其中1个织片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线头穿好缝针，先从右往左穿入靠近自己的这个织片右侧线圈，再从左往右穿入后面这个织片的右侧线圈。接着从上往下穿入刚刚这个线圈，
左侧相邻的线圈从右往左穿出，然后将后面这个织片的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个线圈，从左往右穿出左侧线圈，也就是从底部往上穿。继续将这个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，然后从右往左穿出左侧这个线圈，后面这个线圈摆正，从上往下穿入，左侧这个线圈实际是从左往右，也就是从下方往上穿。稍微调整一下，可以发现这里已经形成了辫子。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上一个线圈摆正后，从上往下穿。前面这里就是从右往左穿入左侧相邻的线圈，后面这里从上往下穿入，再从左往右穿出左侧相邻的线圈。我继续将它缝完。
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假设是前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在适当位置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前面这个织片较多时，就从右往左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这一针先正常穿，然后从左往右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我继续将剩下的缝完，这里以及后面往后缝的时候，继续同时穿入2个线圈。这样就缝好了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。
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。例如，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
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最后，将身片一区两侧分别与叶子花样上方缝合连接。来看成品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叶子花样上方有这样的洞眼。无论哪个尺码，找到中间这3个叶子花对应的洞眼，将身片起针位置与两侧相邻洞眼大致对齐。用记号扣固定，然后挑织片侧面肚线缝合即可。方法与袖子侧面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它们缝好。到这里，袖子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另一侧身片和袖子即可。接下来编织领子和下摆，分别在对应位置挑针、绕圈编织单螺纹花样。每个部位挑针的针数图纸上都有标注，大家按照前面的方法大致均匀地挑出对应针数即可。其中领子的针数较少，可以用4根棒针编织，从任意一个叶子花样中间开始挑针，将挑出的线圈大致均匀地穿在3根棒针上，把针架成三角形，然后用第4根棒针绕圈编织。注意在2根棒针的交界处稍微拉紧线圈。编织过程中，注意在每个区域交界位置编织减针。全部完成后，用单螺纹收针的方法收好所有线圈。由于是绕圈编织，收针完成后可以挑第1针大约位置缝几针，避免出现开口即可。这样领子和下摆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这款毛衣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